今天我們來聊聊2020年發生在巴西的一場神秘事件——馬熱 UFO 墜毀傳聞，全網封禁的真相之謎。事情的經過聽起來就像科幻電影情節，夜空中出現離奇光點，多名目擊者聲稱看到 UFO 墜落叢林。巴西軍方連夜趕赴封鎖現場，網絡上的相關討論竟一度憑空消失。這背後究竟隱藏了什麼？是外星訪客光臨地球的鐵證，還是一場被放大的誤會？讓我們深入解析這起轟動一時的馬熱事件。首先，故事要從2020年5月12日深夜的巴西說起。那天夜裡，位於里約熱內盧大都市圈的馬熱 Magé 市，本是一個平靜的夜晚。然而午夜時分，不少居民忽然注意到天空中出現了奇異的光點，幾個發着亮光的物體在夜空中浮現，顏色各異，有藍色、紅色和黃色的光芒不斷閃烁。有目擊者驚訝地發現，這些光點似乎還會移動，似乎在天空中變換位置。其中一段廣為流傳的影片顯示，3個發光體排列成了一個三角形队形，在高空緩緩移動。還有視頻拍到一個通體幽藍的發光物懸在空中，看起來仿佛一滴巨大水珠掛在天際。另一段影片裡則出現紅色的亮點，一閃一閃地懸停在空中，好像在對遠處的人們眨眼示意。這些光怪陸離的景象讓當地居民又驚又奇，許多人連忙舉起手機錄影，生怕錯過這重大時刻。短短幾個小時內，各種角度拍攝的 UFO 視頻就在社交媒體上傳開了。隨着影片瘋傳，馬熱 UFO 事件迅速引爆了網絡，推特上出現了 Magé UFO 這樣的標籤，討論熱度持續攀升，一時間成為熱門話題。不僅在巴西國內，全球各地關注神秘現象的人也開始轉發這些視頻，紛紛猜測這會不會是一起轟動世界的 UFO 現身事件。目擊者們在貼文和評論中描述，當晚他們不僅看到了光點，甚至還聽到了一些異常聲響。有的人說，遠處叢林裡傳出了巨大的爆炸聲，仿佛有什麼東西墜落地面時發出了轟然巨響。也有人提到聽見類似槍聲或炮聲的砰砰聲在夜空回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據稱在那幾道光亮最盛之後，遠方地平線附近忽然出現了一道強烈的白藍色閃光，把夜空都照亮了一下，隨即又歸於黑暗。許多當地居民形容那道閃光亮得像白晝，緊接着便是持續的狗吠聲和人們的驚呼聲，仿佛真的有什麼不尋常的大事發生了。就在大家驚疑不定之際，更劲爆的消息傳了出來。有目擊者聲稱，剛才那些在天空盘旋的發光體中，真的有一個墜落到了馬熱市郊外的叢林中。據說那墜落地點在一片茂密森林深處，一時間火光閃耀。當地居民描述，墜落時伴隨着巨響和震動，甚至遠在幾公里外都能感受到輕微的震感。難道真的是一艘外星飛船失事墜毀了嗎？許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但興奮與恐懼卻在心中同時滋長。如果真有 UFO 墜毀，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人們不約而同地想到軍方。果然，不久後社交媒體上開始有人貼出訊息說，大批巴西軍人和警察趕往了疑似墜毀現場附近，把周圍地帶團團圍住，禁止任何無關人員靠近。傳聞稱，軍方在深夜裡封鎖了馬熱郊外一帶，甚至架設了路障，挨家挨戶要求居民待在室內，不要外出。有幾個膽子大的年輕人試圖繞路接近看看發生什麼事，結果被全副武裝的士兵逮住盤查，勒令他們立即離開。有消息甚至說，現場還有直升機在盘旋搜索，照射出強光在林中掃過，仿佛正在尋找墜毀物的殘骸或者其他什麼東西。這些描述越傳越玄乎，把整件事渲染得神秘莫測。然而，正當全球網友議論得如火如荼之際，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網絡上的相關帖子似乎開始大量消失。首先是推特上那個 Magé UFO 的熱門標籤，忽然之間搜索不到了，好像從未存在過一般。許多人發现自己轉發或評論過的推文被莫名刪除，甚至賬號都一度無法發文。接着，在美國知名論壇 Reddit 上的 UFO 討論板塊，所有有關巴西馬熱 UFO 的帖子和討論串也不翼而飛。
有人試圖重新發帖，結果也很快被移除。這一反常現象讓喜歡陰謀論的網友瞬間炸鍋，瞧，一定是消息被封鎖了。大家紛紛懷疑是不是有某種強大的力量在幕後干預網絡言論。一時間，全網封禁的說法傳開，仿佛整個互聯網都被下令不許談論這起事件似的。越是這樣，越令人生疑。難道真有驚天秘密，以至於消息都被掐斷？許多 UFO 愛好者認為，正因為這是真事，所以才有人急着滅火，企圖讓大眾遺忘它。也有人冷靜一些，猜測這也許是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或版主認定那些帖子是謠言才刪除。但無論如何，在愛好神秘學的人看來，這反倒更像是欲蓋彌彰。你刪帖，我就更相信有鬼。討論被壓制的結果，反而讓馬熱事件顯得更加撲朔迷離。與此同時，網絡上又出現了一項離奇的證據。有網友在瀏覽谷歌地球衛星地圖時，發現馬熱市北部郊區的一片林地上，居然隱約可見一個盤狀的白色物體輪廓。從俯瞰圖看，那形狀頗像經典的飛碟，圓圓的頂部和碟狀邊緣依稀可辨。這個發現被貼到論壇上後，馬上被瘋傳，許多人驚呼：看吧，連谷歌地圖都拍到了 UFO 墜毀在叢林中的畫面。甚至有謠言說，谷歌已經把那區域的衛星圖像打了馬賽克，或者以白色塊遮蓋了現場，以掩蓋真相。谷歌公司後來不得不出面解釋，他們沒有隱藏任何東西。那張看似飛碟的白色影像，只不過是陽光恰巧以特定角度照在一座金屬建築物屋頂上，導致衛星成像感光過度產生的光斑。簡單來說，谷歌發言人澄清道，那是一種很常見的衛星成像饱和现象，就像鏡頭被強光晃了一下，但陰謀論者哪肯輕易相信。在他們看來，這番解釋聽起來更像官方套話，反倒更加堅定了他們的信念，一定有東西掉在那兒。隨着各種離譜傳聞四起，馬熱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然而，另一方面，官方渠道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了。就在事發後不久，巴西當地媒體開始報道此事，並向政府和軍方詢問情況，結果卻讓很多人大失所望。馬熱市政府對外表示，他們從未接獲任何有關不明飛行物墜落的通報，當地警方和消防部門在那天夜裡也沒有接到任何居民報案或求助。換言之，官方記錄上那晚馬熱市什麼事都沒發生。同時，巴西空軍也出面澄清，軍方的雷達監控系統沒有偵測到任何飛行器在該地區異常降落或墜毀，他們沒有派遣任何戰機或直升機去追逐不明目標，更談不上回收什麼 UFO 殘骸。就連負責該區域空域管理的航空當局也保證沒有接獲飛機失事或隕落物體的報告。巴西國家天文台的科學家則解釋說，他們檢查了當晚的天文觀測數據，沒有發現隕石墜落或其他天文異常現象。巴西的流星監測網絡同樣表示，那段時間沒有隕石火球記錄在馬熱地區出現。總之，官方和權威部門異口同聲地否認了 UFO 墜毀的說法，甚至馬熱市的市長辦公室還特地強調，所謂軍方封鎖根本子虛烏有，當地並沒有因任何事件而進行隔離管制。有媒體報道時打趣地說，對馬熱居民而言，這場軒然大波更像是線上發生的，而非線下真的發生了什麼。官方態度如此明確，讓理性的人開始懷疑，難道整件事真的是場誤會？那些網絡上瘋傳的神秘細節全都是以訛傳訛嗎？可是，如果真如官方所說，什麼都沒發生，那麼那些親眼看到光點和閃光的市民，又怎能自圓其說呢？總不能數百上千人同時眼花吧？更何況，不少視頻擺在那兒，又不是憑空捏造的。在否認 UFO 墜毀的同時，官方和媒體也開始给出另一套解釋框架，試圖回答那夜天空中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接下來就來逐一分析，究竟有哪些合理的現象可能被誤認，從而引發了這場烏龍。第一種可能，誤把天體和人造衛星當成 UFO。天文學家和經驗豐富的觀星愛好者指出，馬熱事件中很多所謂不明光點其實並非那麼神秘。比如，當晚西方天空出現的一顆異常明亮的星星，
很可能就是當時位於天空中最耀眼的行星——金星。金星在傍晚和黎明時分往往光度極強，被稱為啟明星或長庚星。2020年5月正是金星特別明亮的時期，日落後掛在西邊天幕，如同一顆大探照燈。許多沒注意過星空的人，第一次見到那麼亮的星，確實容易誤以為是不明飛行器懸停天空。金星的光芒透過大氣時偶爾閃爍，看起來好像會變色閃動，這或許能解釋某些影片中那種紅彤彤一閃一閃的光點。除了行星，天上還有很多人造星星，例如國際太空站 ISS 定期會过境各地上空。ISS 雖然人在太空，但肉眼可見，它反射太陽光時亮度可不輸於天上最亮的恆星，移動速度也較平穩，看起來就像一個謎樣的光點劃過天際。此外，馬斯克的星鏈衛星也是制造 UFO 誤報的新來源。2020年開始， SpaceX 公司頻繁將一批批 Starlink 通信衛星送上軌道，這些衛星常常一串緊跟着一串飛越夜空，好似天宮列車一般。就在事發前後幾日，確實有星鏈衛星編隊通過巴西上空的記錄，許多不明就裡的人看到十幾顆亮點排成一直線快速移動，難免驚呼：哇，一整隊 UFO！ 因此，有可能馬熱居民當晚目擊到的部分光點，其實就是這類人造衛星反射的光。另外，當時國際新聞也在報道一些天空現象，比如2020年5月初，一枚中國的長征5號 B 運載火箭的巨大殘骸在太空中失控，於11日墜落大氣層，並最終掉落在大西洋中。同月8日，俄羅斯一枚運載火箭的上層級也在太空中爆炸解體。雖然這些太空垃圾並未落在巴西，但當時全球範圍內對天上掉下來不明物體格外關注，社群媒體上充斥着討論太空殘骸和衛星過境的消息。在這種背景下，人們更容易把看到的亮光往 UFO 方向聯想。綜合以上，天文和航天領域的專家傾向認為，馬熱上空那些令人驚奇的光點，很大概率是天空中正常可見的天體、行星或衛星，並非真的有什麼飛碟編隊在飛舞。只不過當晚恰巧各種因素湊在一起，金星、衛星，甚至太空垃圾都可能同時現身，加上觀測角度和設備差異，才讓影片中的光點看起來形態各異，有的呈三角分布，有的忽明忽暗，讓人產生豐富的想象。第二種可能，電力設備故障導致的爆炸閃光。前面提到，有目擊者看到強烈藍白閃光照亮天空，並聽到巨大的爆炸聲，這其實非常像變壓器爆炸時的情景。電力變壓器在短路或故障時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常常會發出耀眼的藍白色電弧光，把夜空都映亮，同時伴有沉悶的爆破巨響，還可能引發局部停電。在世界各地，不時有人拍到變壓器爆炸時夜空出現藍光的視頻，那種畫面看着就像科幻電影裡能量釋放一樣。不少理論認為，馬熱事件中的關鍵一幕，那道神秘的藍光其實不是 UFO 墜毀時的火光，而可能就是某處電力設施發生了爆炸所造成。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很好解釋為什麼遠處也能看到亮光，因為電弧光的確範圍很廣。那麼馬熱當地有沒有供電設備出問題呢？據當地的電力公司後來澄清，他們沒有監測到當晚有任何变壓器或高壓線路的故障報告，馬熱附近也沒有發生大規模停電，一切電網運行正常。所以從官方角度，他們否認了藍光來自变壓器的說法。不過，也有觀點認為，即便電力公司沒報告，也不代表沒有零星的小型電路事故發生。或許某個偏遠角落的一台配電設備短暫冒光，事後自動恢復供電也未可知。只是目前我們沒有確切證據支持這一點，所以電力故障說算是一種推測，能否成為真相答案，還需要更多實際資料來印證。第三種可能，軍工廠爆炸或軍事演習。如果說天上星星衛星可以解釋光點，電力事故可以解釋藍光巨響，那還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有那麼多傳聞提到軍方封鎖，官方都否認軍隊行動了，可不少當地人卻有看到士兵和直升機的身影，難道這也是看錯了嗎？
在這方面有一個相當具有說服力的猜想，或許當晚馬熱郊區確實出了一點狀況，需要軍警出動，但那跟外星人無關，而是一起地地道道的人間事故。馬熱市郊坐落着一家隸屬於巴西軍用器材工業集團 IMBAL 的軍工廠。 IMBAL 是巴西國防部下屬的武器彈藥生產單位，而馬熱這家工廠主要負責制造軍械彈藥等軍需物資，可以說平常就是個充滿火藥和軍械的敏感地帶。有趣的是，5月12日這天對 IMBAL 而言還有特殊意義，這天恰好是 IMBAL 公司成立的周年紀念日。據說每年這個時候，他們有時會舉行一些慶祝活動。有人猜測，當晚軍工廠裡可能在進行某種試驗或慶祝，例如試射煙火、火炮、禮炮之類的活動。試想，如果工廠裡真的在夜間發射了幾發照明彈或者高射炮空包彈，那在幾公里外看來，天空出現幾個移動的亮點，聽到隆隆炮聲和看到閃光，就一點都不奇怪了。更耐人尋味的是，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當天工廠內發生了一起意外事故，一名員工在處理炸藥時出了事故，不幸身亡。如果這個傳聞屬實，那麼可以推斷，當晚工廠內可能真的有爆炸發生。試想一個場景，馬熱軍工廠在夜間舉行炮火慶祝時，不慎引發庫存彈藥殉爆，導致人員傷亡和連串的爆炸巨響以及強烈閃光。如此一來，一切元素都吻合了藍白閃光和巨響，來自彈藥爆炸。軍方深夜封鎖則是為了處理事故現場，而非回收 UFO。因為一旦出现軍工廠爆炸，必然需要軍警立即戒嚴周圍，防止未爆彈外流或發生次生危險，同時控制訊息，以免恐慌。這樣完全可以解釋為何有人看到大批軍人趕往封鎖，也可以理解為何官方對細節諱莫如深。軍事工業事故向來是高度敏感的話題，很多時候不會對外公布細節。至於那名員工傷亡的傳聞，雖未獲官方證實，但有 UFO 研究者指出，確實查到2020年5月中旬 IMBAL 有員工意外去世的記錄。或許真相就在這裡隱約浮現，馬熱事件可能是一場被誤會為 UFO 墜毀的軍工廠意外。這一假設相當引人深思。如果不是因為 UFO 話題先入為主，人們可能只會聽到某軍工廠有事故的小新聞，而不會聯想到外星人。然而，這個說法終究還停留在推理階段。IMBAL 方面並沒有發表任何聲明承認或說明當日的活動，一切只是坊間推測。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後來陸續有人發現了一些與軍工廠說法相吻合的線索，比如有人回頭調查當晚流傳的一段視頻，發現拍攝地點其實就在 IMBAL 工廠大門外的馬路上。鏡頭中，遠處樹林上飄起的煙霧和亮光，正好來自工廠園區方向。另有細心的人在影片裡看到了路邊立着巴西陸軍字樣的石碑，證明拍攝點臨近軍方設施。這些發現都強化了軍工廠事故的可能性。只不過，由於缺乏官方認可，軍工廠說並未成為主流新聞，而是在網絡圈子裡悄悄流傳。如果它才是事實，那馬熱事件也就並非外星來客造訪，而是一次人間悲劇與誤解。但若真如此，軍方封鎖消息的動機也可以理解。一方面，軍事事故本就低調處理；另一方面，或許也樂見大家把這事當成 UFO 傳聞去娛樂討論，反而減少追究真相的壓力。真真假假，撲朔迷離，這就是這個事件弔詭之處。第四種可能，真的有 UFO 造訪而被軍方秘密回收。當然，我們不能忽視最勁爆也最引人入勝的一種解釋，那就是馬熱當晚真的有外星飛船墜毀。雖然官方否認，理論駁斥，但仍有不少人深信這是真事。他們的論據主要有：首先，當晚那麼多普通民眾親眼目睹了異常光影與巨響，甚至有人堅稱看到飛碟形狀的物體墜入森林。這種群體目擊不太可能無緣無故，人人幻覺一致吧。其次，一些流傳的影片真偽無法完全確定，展示了光點在空中高速移動乃至突然消失的現象，感覺不像飛機、無人機這類常規飛行器，更像科幻電影裡的飛碟動作。有支持者說，我們這輩子看過太多飛機衛星了，那晚看到的就是不一樣。
除了視覺證據，還有那些神秘的封鎖行動。雖然巴西官方極力否認軍隊有過行動，但一些馬熱當地居民在事後受訪時匿名堅稱，確實有軍警出現在事發地帶。即便他們不知道內情，但他們看到的裝備和陣仗不像是消防來救火，更像是軍方在執行特殊任務。還有網傳一段無法考證的對講機錄音，聲稱是巴西軍警當晚的內部通訊，內容提及目標已落地、封鎖圍區等等。這段錄音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但在陰謀論圈子裡被奉為軍方洩密的證據。再者，前面提到的社群媒體刪帖現象，在堅信陰謀的人看來，更是標誌性的掩蓋動作。好端端為何清理討論？必然是上頭有指令，甚至還有傳聞說美國方面也介入其中。據一些未經證實的音謠，美軍駐巴西的相關部門或情報機構早在事發後就得到了消息，並與巴西軍方聯手處理現場，回收殘骸。有的說法更誇張，稱其實那晚是美軍擊落了一架進入地球的外星飛行器，因此由美方主導收拾殘局等等。雖然聽起來離奇，但這類美國介入論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在以往不少國家的 UFO 傳說中，美國政府或神秘組織總會被拉出來作為背後黑手，仿佛每當有 UFO 事件，美方都會派出黑衣人接管。這也反映出陰謀論愛好者的一種預設，地球各國政府對 UFO 之事其實早有共識，彼此協調隱瞞實情，因此才會國際聯手封鎖馬熱事件消息。當然，以上這一連串說法目前都缺乏實錘證據，更多是愛好者們基於碎片信息拼湊的推論。然而，人類心裡有時就是寧願相信刺激離奇的版本。對許多 UFO 迷而言，他們寧可信其有，相信在那漆黑的熱帶夜空下，真的有一場地球軍隊與外星來客的短暫邂逅，只不過我們普通人無從得知細節罷了。畢竟，如果真有飛碟墜毀，想想將意味着什麼？那可是確認地外文明存在的劃時代證據啊！誰又能不興奮、不好奇？所以，即便證據不足，馬熱事件依然被相當一部分人奉為近年來最有可能的外星接觸案例之一。對他們而言，沒有證據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據，因為真有大事，證據早被拿走了。這種邏輯圈在 UFO 傳說裡時常出現，也讓官方闢謠顯得蒼白無力。在深入分析馬熱事件之餘，我們有必要提及巴西過去那些著名的 UFO 事件作為背景。其實，巴西一直是全球不明飛行物傳聞的熱土之一，歷史上出現過多起轟動國際的案例，當地民眾對此類話題也相當熟悉。馬熱事件引發如此高的關注，有一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巴西人對 UFO 並不陌生。比如，早在1957年，巴西就有著名的烏巴图巴事件。當年一位記者收到匿名寄來的一封信和一些金屬碎片，寄件人聲稱這些金屬是從巴西烏巴圖巴海灘墜毀的一架飛碟上撿到的。後來科學家分析那些碎片，發現它們幾乎是纯度極高的鎂金屬，制造工藝異常罕見。雖然無法證明就是外星來源，但這個事件成了巴西近代第一樁 UFO 傳奇。1977年，亞馬遜河口地區的科拉雷斯島上發生了一系列駭人的光球襲擊事件。當地居民報告說，夜空中常出現紅色和藍色的發光物體俯衝下來，用光束照射他們的皮膚，導致灼傷和奇怪的傷痕。還有人因此生病，甚至離奇死亡，搞得人心惶惶。巴西空軍當時派出了一個名為飛碟行動 Operação Preto 的小組前往調查，據稱收集了數百張照片和詳細報告。儘管軍方最終宣布沒有發現不明現象，但多年後曝光的資料顯示，當年調查人員也無法解釋那些傷人光束是什麼。這起科拉雷斯事件在 UFO 史上留下了神秘而恐怖的一頁。1986年5月19日，巴西天空又上演了震驚全國的不明飛行物之夜。當晚，巴西多地雷達同時偵測到20多個高速移動的不明物體，甚至一度逼近聖保羅和里約等大城市上空。巴西空軍緊急出動，戰鬥機升空攔截，飛行員們與那些急速飛行的光點鬥智鬥勇，卻始終追不上，也看不清對方。這場詭異的空中遊戲持續了好幾個小時，
最後，那些不明物體以難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在夜空。事情傳開後，輿論譁然，迫使巴西當時的空軍部長破天荒地召開新聞發布會，承認軍方雷達探測到了不明飛行物，稱那晚是官方認可的 UFO 之夜。再說1996年的瓦爾任阿事件，它甚至被人稱作巴西的羅斯威爾事件。那一年1月，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小城瓦爾任阿有幾名少女声稱在郊區遇見了一個棕色皮膚、大頭紅眼、身材矮胖、行動遲緩的怪異生物，活脫像電影中的外星人。消息傳開後，許多當地人也報告看到奇怪生物或不明飛行物。巴西軍方隨即介入，在城裡四處巡邏搜捕。有傳言說，他們抓到了2個外星生物，其中一個傷重不治，在軍方醫院死亡，另一個被迅速轉移到美國進行研究。雖然官方否認有抓到外星人，只說抓到的是一對身材矮小的精神病患者，但相信這個說辭的人寥寥無幾。瓦爾任阿事件的離奇程度和各種傳聞細節，直到今天仍讓 UFO 愛好者着迷，也讓許多巴西人堅信政府隱瞞了驚人的真相。正因為有上述這些家喻戶曉的案例做先例，巴西民眾對任何疑似 UFO 的風吹草動都特別敏感。馬熱事件一出來，很多人就把他和瓦爾任阿聯繫起來，甚至猜測會不會又抓到了外星人。在這種集體想象的推波助瀾下，馬熱傳聞的熱度自然一發不可收拾。對媒體而言，這也是一個可以引發點擊和討論的絕佳題材。各大新聞網站一時間充斥着馬熱飛碟的報道，有嚴肅分析，也有戲謔調侃，使得整件事越發深入人心。可以說，巴西豐富的 UFO 傳奇土壤為馬熱事件提供了養分和舞台。倘若換在一個從未傳出此類傳聞的地區，或許人們關注幾天就淡忘了，但在巴西， UFO 話題總能激起長久的漣漪。那麼，經過一番抽絲剝繭的分析後，我們能得出馬熱事件的真相嗎？遺憾的是，儘管已過去數年，這起事件仍然沒有實錘的定論。如果站在嚴謹科學的角度，官方與專家提供的解釋天體誤認加上可能的地面事故，似乎能夠較為合理地還原當晚情景。天空中的光點不是外星船隊，而是金星和人造衛星。刺眼的閃光和巨響不是 UFO 爆炸，而是某種人類活動，比如軍工廠禮炮或者變壓器所致。軍方現身則可能是碰巧那晚有軍事演習或工廠意外需處理，與外星飛船無關。這套解釋雖然少了傳奇色彩，但相對符合奧卡姆剃刀原則，用最平凡的因素就能說明現象，無需引入小灰人這種超自然假設。然而，讓很多 UFO 迷難以釋懷的是，馬熱事件從頭到尾留下了太多問號。比如那些視頻中顯示的光點距離看起來不近不遠，移動方式又不像普通飛機，難道真是每個拍攝者都剛好對準了金星和衛星？再比如，官方雖否認軍隊行動，但為何當地那幾天流傳出許多彼此獨立的人都說看見直升機、卡車出入？如果真有軍工廠事故，為何沒有任何公開報道提到，而只是在 UFO 圈內流傳？還有那些突然消失的網絡討論，到底是系統問題還是人工干預？所有這些疑點混在一起，使得馬熱事件不像一般可以迅速破解的誤會，而更像一個沒人說得清的羅生門。於是，在很多超自然現象愛好者眼中，馬熱事件依然被保留在懸案名單上。他們期待有朝一日能出現新的證人、新的泄密者，為當年那夜究竟發生了什麼提供證據。事實上，2022年6月，巴西國會曾經舉行過一場關於不明飛行物 UFO、UAP 現象的公開聽證會，這是巴西官方首次如此高調地討論 UFO 議題。在那場會議上，來自美國的前軍官和巴西本國的研究者分享了許多信息，包括美軍戰機拍攝的不明空中物體影片等等。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整場聽證會只字未提馬熱事件。或許在嚴肅的調查者看來，馬熱的證據實在不足，沒有討論價值，也可能正因為它涉及軍工機密，所以被有意回避。不管理由如何，官方對馬熱事件後續是完全冷處理，既沒有深入調查，也沒有再發表新的說明。
這就讓它更像一樁民間傳說了。官方裝作沒這回事，傳聞則在坊間繼續發酵，直到今天，在巴西甚至全球的 UFO 愛好者論壇裡，馬熱事件仍偶爾被拿出來討論一番，每次都众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斷言那就是一場鬧劇，也有人反駁不可能無風起浪，一定有內幕。真相究竟如何？時間並沒有帶來確切的答案。總而言之，馬熱事件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鏡子。一方面，它極可能只是由一連串巧合和誤解構成的，虛驚天上恰好有亮星和衛星，地上恰好有爆炸閃光，網上恰好有人腦補傳播，幾者疊加造成了一場 UFO 烏龍。而另一方面，大眾寧願相信官方隱瞞真相的劇本，也不太願意接受平淡無奇的解釋。這其中反映出的是人們內心對未知的向往，以及對權威的不信任感。畢竟世界上真的存在太多未解之謎，我們誰也不能断言地球上没有外星生命造訪過。當一個事件帶有那麼多神秘元素時，我們很自然地傾向更刺激、更富戲劇性的結論。馬熱事件的走紅正說明了人類喜愛故事勝過喜愛真相這一點。一則平平無奇的事故消息引不起關注，但一場外星飛船墜毀的傳奇卻能讓全世界網民為之沸騰。在信息時代，真實與虛構往往僅有一線之隔，甚至交織在一起。馬熱事件的經過提醒我們在面對離奇新聞時，要保持好奇心，但也別忘了去求證和思考。在仰望星空、幻想宇宙鄰居的同時，也要腳踏實地，關注身邊事實。或許未來某一天，真的有不可否認的外星文明證據擺在我們眼前時，我們回頭再看馬熱事件，才能分辨出當初的種種猜測中，哪些是杞人憂天，哪些又一語成讖。馬熱夜空下的謎團，到如今仍未有定論。有的人堅信無風不起浪，有的人則相信風無形浪自湧。真相也許永遠藏在那片巴西叢林的黑夜之中。不論如何，這段故事已深深刻在了 UFO 愛好者們的記憶裡。它既是一則警示，提醒我們謠言如何產生傳播，也是一則譯文，滿足了人們對未知的無限想象。結局如何，或許全憑我們自己選擇相信哪一種版本。你相信當晚真的有飛碟墜毀嗎？亦或更傾向科學解讀？不管答案是什麼，馬熱事件將長久地存在於近代傳奇的版圖上，成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在人類探索宇宙奧秘的征途上，這類故事或許只是小小插曲，但它喚起的好奇與反思，將陪伴我們繼續尋找真相，仰望星空。究竟真相如何？也許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答案。在此之前，謎團依舊是謎團，等待着下一束光照進來，將黑暗中的真實揭露於世人眼前。